你知道吗？在未来，我们银河系可能会和熟知的仙女座星系来一场震撼的宇宙碰撞最终融合成一个新的星系。而我们的太阳系或许会被甩到新星系的外围，甚至整个太阳系都脱离了引力范围，让地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流浪地球。不过目前来说，根据最新的研究表明，两个星系的相撞概率居然降低了。那是不是代表咱们两个星系就不会相撞了呢？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大家好，我是阿一，我是娜娜。我有一个问题，那如果是星系碰撞的话，我们的地球会被直接撞碎吗？这场碰撞不是瞬间发生的灾难，而是会跨越数十亿年的一个漫长过程。等这场宇宙大戏落幕，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都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巨型星系银仙系。有人可能就要问了，我们怎么能够预判这几十亿年之后的事情呢？最关键的就是两个核心发现：速度异常和方向锁定。早在1912年，天文学家维斯托斯里弗就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全宇宙绝大多数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光谱往往会往红色端偏移，这证明了宇宙的膨胀。但是仙女座呢，却偏偏相反，它的光谱是往蓝色端偏移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蓝移。那这个蓝移是什么意思？那举一个通俗的例子，也就是马路上的汽车朝着你开过来，它按着喇叭冲过来的时候，声音就会变尖，这就是多普勒效应。那光也是一样的，它朝着我们靠近的天体，光的波长就会变短，光谱的颜色就会偏蓝。后来呢，经过准确的测量，仙女座正以每秒110公里的速度冲向我们，这个速度呢比高铁要快300多倍，相当等于眨个眼它就靠近了我们10公里左右。那说到这儿，肯定有人就会问了，会不会只是和银河系擦肩而过呢？就像两个方向对面向开来的车，看着要撞，但是其实上能够错开。那这个问题就是特别关键的一个点了，能不能撞上，核心就要看仙女座的横向速度，也就是它向侧面移动的这个速度。如果横向速度够大，它就能完美的躲开。在2012年，哈勃望远镜给出了初步的答案，它的横向速度只有每秒钟17公里左右，相比向我们冲来的这个速度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个相撞就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哈勃团队为了测准这个速度，连续7年盯着仙女座光晕里边的造父变星，这种恒星呢，能够帮助我们精准的测这个距离，以遥远的背景星系作为参考物，精度达到了每年12微角秒，相当等于从地球上看月亮上的一枚硬币每年移动1厘米的距离，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不过呢，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已经推翻了碰撞必然发生这个结论。2025年自然天文学研究表示，结合欧空局盖亚望远镜的新数据，仙女座的横向速度可能高达每秒钟82公里，再加上大麦哲伦原因三角座星系等周边天体的引力影响，这场碰撞已经从必然事件变成了概率事件。未来50亿年之内，直接碰撞的概率是低于2%的，但是100亿年内两者融合的概率仍然有50%。主流观点认为，即使首次错过了，但是引力还会让他们再次相遇，再次融合。那既然是概率事件，如果真的靠近，是什么力量在牵引他们呢？那我们已知宇宙是在不断的膨胀的，但是为什么没能把两个星系推开？原因就是在我们所在的本星系群尺度上，引力战胜了膨胀，而这里的核心引力来源就是暗物质了。什么东西是暗物质？咱们平时能看到的恒星、行星、气体云这些，只占星系总质量的10%到15%，而剩下的85%到90%全部都是暗物质。这种暗物质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引力极强，就像一张巨大的隐形网，构成了星系的引力骨架，把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牢牢地拽住了。而且在254万光年内的距离范围内，引力让两个星系互相靠近的速度是每秒钟170公里，而宇宙膨胀让它们远离的速度只有每秒钟53公里。说白了就是靠近的快，而远离的慢。再加上两个星系在暗物质构成的共同引力场运动中会产生动力摩擦，暗物质的引力呢会拖拽星系的气体和恒星部分，进而消耗它们的动能，让它们没有办法互相弹开，只能进一步朝着融合的方向推进。那搞懂了碰撞的可能性和背后的力
量，我们来讲讲，如果真的发生融合，具体会是怎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呢，是科学家用超级计算机模拟出来的。主流呢分为4个核心阶段，全程长达70多亿年。第一个阶段是早期引力扰动的阶段，从现在到37.5亿年后，仙女座的引力会慢慢渗透到银河系的外围，那些遥远的恒星系和气体就会开始出现异常的运动。等到37.5亿年之后，仙女座会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要大个几十倍，像是一块巨大的银盘，然后把整个天空都照亮。而真正的首次接触要等到37.5亿年到40亿年这个阶段，两个星系的外围光晕会首先相遇，但恒星之间的相互碰撞概率依然很低。就打个比方，这是2颗放在运动场两边的乒乓球，直接碰撞的概率几乎为0，大部分是气体和尘埃的碰撞，它们会剧烈的挤压，引发超级星爆，数万颗恒星会在短时间内批量的诞生。我们从地球上看，夜空会亮得像白昼一样。同时呢，两个星系美丽的悬臂会被引力硬生生的扭曲、拉伸，变成一条长长的潮汐尾，就像宇宙中漂浮着的银色丝带，交织在两个星系之间。第二阶段呢，就是核心靠近与交错的这个阶段，从40亿年到50亿年后，首次相遇之后，它们不会再分开了，反而会在引力的拉扯下不断的再次靠近，两个星系的核心呢就会慢慢的纠缠在一起，形成一个双核心星系。这个时候呢，星系原本清晰的螺旋结构就会迅速的瓦解，变得越来越混乱，变成一锅汤。我想到了双黄蛋。是的，就是2颗双黄蛋这个样子。整个融合过程中最关键而且是最震撼的时刻是第3阶段，核心合并与黑洞融合。大概在50亿年到60亿年后，两个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会在引力作用下慢慢的靠近，过程呢会释放出强烈的引力波，这种类似于水面涟漪的引力波会传遍整个宇宙。现在的科学家已经侦测到引力波了，最终这2个黑洞会合并成一个更大的黑洞，成为新星系的核心，甚至呢短暂的形成类星体，发出全宇宙都能侦测到的能量信号。这个时候，两个星系就彻底失去了原本的形态，开始向椭圆星系转变，也就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第4个阶段最终稳定。这是发生在60亿年到70亿年之后，全新的银仙系就形成了，就是我说的银仙星系，或者是银河仙女星系。whatever， 不要管它，它不再是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那样的螺旋星系，而是近乎于球形的椭圆星系。它的表面看起来就更光滑，恒星呢会沿着更加复杂的轨道运行，各种混乱的运行，因为它不断的之前受到了引力的扰动。会撞在一起吗？那这个后边会提到，其实上几率并不会那么大。这个时候，星系里边的气体和尘埃基本都被耗尽了，新恒星的诞生也会基本停止。旁边的三角座星系 M33也会受到这场融合的些许影响，它的质量仅为银河系的1/10左右，远远小于我们2个星系的重量。虽然无法主动影响2大星系的融合过程，但是它会被动的承受引力的扰动，最终被我们的银仙系吞噬的概率大约有60%，剩下40%的概率可能会成为我们新星系的卫星星系，被吞掉。那这2个星系它的融合对我们星球的生态会有什么影响吗？那讲完了融合的过程，其实上刚刚你也有提到啊，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实际上，太阳系被其他恒星直接撞碎的几率几乎为0。刚才也说过，恒星之间其实上它太稀疏了，但是太阳系的命运确实有2种可能性，一种呢是被引力甩到新星系的外围，然后继续绕着我们的新的核心运行；另一种呢是整个太阳系被彻底甩出了银仙系，变成了流浪太阳系。这里也要澄清一下，不是地球单独脱离太阳系，而是整个太阳系跟着一起流浪，地球单独脱离太阳系的概率几乎为0。根据模型的预测，太阳被甩出银仙系的概率大约是有10%到20%，且大概率不会完全脱离本星系群，打包带走。对，打包带走了。这里也就有人好奇了，如果变成流浪太阳系，我们还能活吗？其实上无论是哪种情况，对于地球生命来说，最大的威胁其实上不是这个融合的过程，而是太阳本身。太阳呢，现在是中年黄矮星，当前年龄
龄大约46亿年，整体的寿命大概是100亿年。再过50亿年左右呢，它会膨胀成红巨星，最外层呢可能扩展到地球轨道附近，到时候水星、金星，包括我们地球都有可能被它彻底的吞噬。不过这具体是取决于太阳后期的质量损失率，而且不用等50亿年，再过10亿年左右，太阳的亮度就会增加10%，足以把地球上的所有海洋都蒸发掉。到时候地球就会变成一颗干燥炽热的星球，和现在的火星一模一样。所以说很有可能在星系融合的关键阶段到来之前，地球已经不适合生命生存了。如果在此之前人类能够进入星际，可能还能让人类延续。 whatever， 反正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后边可以再聊一聊。除了关乎我们自身的命运，这场融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星系形态的永久改变。银河系和仙女星系都是美丽的螺旋星系啊，这里有照片给大家看一看，有清晰的悬臂，但是融合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了一颗椭圆星系，圆圆的。椭圆星系其实上很常见的，这就是我们本星系群演化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呢，科学家可能会通过引力波更清晰地还原这场可能发生的宇宙融合过程。那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反转？比如说它会受其他影响，然后造成不会碰撞？那讲到这里，严谨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碰撞不是必然的了。其实科学预言一直都在不断的修正，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12年的时候，哈勃的观测结果是碰撞概率几乎都被锁定了，但是后来欧空局的盖亚望远镜又给出了新的数据，发现它的横向速度可能比之前预测的要更高，而且大概每秒钟是82公里这个速度。不过因为这个测量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两个数据的误差范围也是有重叠的，所以现在还不能完全排除错过的可能性。但是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在最终的100亿年之内，它们还是会融合的。哈勃通过7年的追踪，然后高精度的测量，这个精度刚才咱们也有提到过，而盖亚绘制了数十亿颗恒星的精确位置和速度，让模拟的模型的精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另外，科学家们还通过观测其他星系的合并过程来验证过我们这个碰撞模型，比如说 IC24313星系的碰撞过程，观测到的潮汐尾啊、星爆现象和我们模拟的银河系与仙女座融合的结果几乎都是吻合的。不过这个属于间接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两者必然发生融合和必然发生这些阶段，但是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模型的可靠性。听完这个事情总觉得很震撼哈，不过一想我们的银河系，包括我们的太阳系，甚至我们的地球，总有一天会消失。这么一想，感觉还是有点伤感啊。那其实上也不用伤感，这正是宇宙演化的常态之一。从星云孕育了恒星，再从星系互相融合，宇宙从来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的新生与演化之中推进的。这不是一种毁灭，这是一种新的形式的新生。而神奇的是，我们人类这么的渺小，却能通过科学的力量去预见几十亿年之后的宇宙景象。这就是探索宇宙的意义所在。我们渺小如尘埃，却能凭借智慧洞察宇宙的宏大规律。你觉得未来的人类能否亲眼见证这场盛大的宇宙盛宴，甚至找到新的家园？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保持对星空的好奇，继续探索这未知的宇宙。所以永远不要停止思考。我们下期再见，拜拜。